大概埃及吧。剪个埃及头。弟弟要剪头发喽，跟爸爸同款。看，还有一条线，好酷呀！看开罗马路上跑着马，也有车。我们走在跨尼罗河的大桥上，欣赏着落日。所以我认为，当我们35到40岁的时候，就是人生的转折点。你就要思考我的下半场应该怎么样去度过。意义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在上半场30岁、35岁、40岁之前是要追求价值，比如商业的价值、名利的价值，但是我认为35到40岁以后，我们更多是要追求意义。我35、40岁，甚至半个世纪之前，我是创造品牌的价值，它更多可能是一种商业价值、金钱价值、心情价值，是吧？炫耀价值，是吧？这是品牌很多的内涵和它的外延所决定的。但是我在思考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个人决定定位2个方向。我们想一想啊，如何定义人生的成功？什么是幸福？何为成功？因为我跟校友一样啊，以前我也是在国际公司世界500强里面，那种白领啊，天天西装革履，打着背带，啊，一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对不对？啊，舒服其实就是一种成功，对不对？很多人成功了，他不舒服，是，那其实没有成功，对不对？他只是在别人眼里成功。对的，那是别人的认知当中的成功。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但是最后我终于醒悟，教育和成功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具备爱和被爱的能力。我个人认为，所有的成功都可以叫成功，都是成功。跟校友讨论到今天，我认为我们早已超越了成功这个概念了，已经上升到 freedom，已经上升到自由的这个概念。什么叫做自由？就是承认所有人的成功。是的。哦，哇，是的，不一样。对，这是自由。所以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罪恶是什么呢？就是强加一种成功的模式给到一个人，甚至要求所有的人都要那样。你要用这种统一的思维模式、统一的行为模式，还有什么谈得上自由呢？能够去承认，能够去欣赏每一种的自由，这就是最高级别的自由。对的。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就是一种多样性的尊重，和欣赏。哇，拜拜。跟塞浦路斯说拜拜。对，这认识了新朋友。到了开罗的机场。我们到了开罗的酒店，这里还有房顶的泳池，还可以看到尼罗河，明天可以去看看。然后这儿的酒店非常的大，外面是一套客厅，然后这边有一间卧室，有洗手间，里面还有洗手间和卧室。然后整个开罗的这些酒店都很便宜，才就是140-150美金，就是非常大的套间。刚刚飞过来的路上呢，我们在塞浦路斯的机场，先是非常巧的遇到一对夫妻，还是我的华中科技大学的学长，比我们毕业早很多年，一直做的是 branding 品牌相关的工作，曾经负责过整个中国区的可口可乐、达能、百事可乐这些外籍品牌在进入到中国，当时落地的这个品牌营销。后来他们也是就是去探索旅行的时候，发现塞浦路斯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呢了解到塞浦路斯也是很适合去投资房产啊，然后可以拿到永居啊。塞浦路斯他们投资的房产就是几年的时间可以会有50%左右的增长的整个的 appreciation 的增值，同时呢也可以平时也可以租出去，可以达到4%左右的年租金除以整个资产价格的一个回报率，也是非常不错。这是大餐啦。好，舅舅要来剪头发啦。看，大概埃及吧。剪个埃及头。弟弟要剪头发喽，跟爸爸同款。剪头发，舅舅你还要涂一下发蜡呢。看，还有一条线，好酷呀！一到开罗，先剪了一个
埃及发型，2个人300埃及币，大概9美元。那我们走的路旁边就是尼罗河，世界最长的河流，远处就是开罗塔。我们到一家尼罗河沿岸的餐馆，哇，看着烤着肉，看他们吃的也是有桌上的小烤炉，上面烤着串。看这儿的 lentil soup， 它会带了一颗柠檬，还是包着的，可以把柠檬汁挤进去。哦，哇，看到门口啊，刚烙的饼，哇，非常的轻，还冒着热气，哇，太香了。这种汤里有非常多的孜然，所以呢，泡上馍以后，很有羊肉泡馍的味道。还可以蘸这种 hummus， 感觉跟我们在约旦吃的餐非常像。烤肉，羊肉很嫩，非常容易吃。我们要一份烤羊肉、烤牛肉都非常好吃。怎么样？好吃，好吃，羊肉味好重。明天爱吃饼。烤肉也很好。看开罗马路上跑着马，也有车。看开罗的公交车都是开着门开。你看，昨天我们在飞机上见到了埃及朋友，然后大家开玩笑说，来自中国和埃及2个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我们有黄河、长江，他们有尼罗河。但感觉整个开罗都是围绕在一片尘土之下。开罗的地铁站，这是在 Opera 他们的歌剧站。但其实没有开放。马路边的烤红薯，看着太棒了，这像是我们小时候吃的。我前段时间还说我想吃那种街边烤红薯，天气冷的时候来一个。对，闻着味道啊，非常香。然后这一块是10埃及币，大概是1/3美金。味道怎么样？好甜。口感很棒呀。这还有马，然后公交车站吗？街边的书店，每一本书都是包起来的。很多人坐在尼罗河畔约会。现在快到日落时间了，还挺美的。这应该是他们的总统。然后呢，马上我们跨越尼罗河的这条河，两头有2座大狮子。我们走在跨尼罗河的大桥上，欣赏着落日。我们刚刚在路边遇到一个很好心的人，跟我们带路，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他们是专门做这种工艺品。正好有 Red Jojo 刚刚的人呢，把我们带到他的店里，很快呢就是问，送给你一张画，然后呢可以写上你的名字，然后再拿一张画，然后呢问，一张送给你，可以另外一张一点点钱卖给你，可能也就2-3美元。但是呢，其实我们如果说不感兴趣，直接就走了，也不会有任何问题。这后面就是埃及国家博物馆，这整个路口感觉看这些灯都是很多年没有用过，整个路口灰蒙蒙的，然后呢覆盖在一片尘土之下，感觉这城市就是一个博物馆陈列的作品。这是埃及经典菜烤鸽子，这鸽子呢还不光是烤了，里面其实是填充了米。哇，这个米我看一下。香喷喷的非常棒，非常棒！你看，就接着刚刚的说啊，那说到就是中文和中餐怎么看这个事情？对，我一直认为啊，这个天下最欺骗人的一句话叫年过半百。其实谁能活100岁呢？谁能够认为你的半百50岁就是你人生的一半呢？No。所以我认为，当我们35到40岁的时候，就是人生的转折点。你就要思考，我的下一段，我的下半场应该怎么样去度过？意义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在上半场30岁、35岁、40岁之前是要追求价值，比如商业的价值、名利的价值，但是我认为35到40岁以后，我们更多是要追求意义。而意义如何去寻找呢？对的，意义它不是今天虚无缥缈的，意义绝对不今天是浮光掠影的，意义也是具象的。比如说，包括我，我35、40岁
甚至半个世纪之前，我是创造品牌的价值，它更多可能是有商业价值、金钱价值、心情价值，是吧？炫耀价值，是吧？这是品牌很多的内涵和它的外延所决定的。但是我在思考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个人决定定位2个方向，一是中文的传播，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觉得中文它有多少传播的价值，而是我认为中文作为人类保存的最后一个象形文字，它充满了艺术性，它是美好，它是可以做一种艺术形态，可以存留在人类的长河。第二，我很愿意去做中餐的推广。中餐的推广并不是要去侵略别人，而是给我们人类更多一种味蕾上的享受，更多的一种美食上的一种分享。那这个时候你发现，你今天不是去做一种文化的侵略，不是去做一种意识形态的渗透，而是通过中文和中餐的传播，让世界人民对我们这个民族，对我们炎黄子孙，对我们中华这个民族，他认为我们真正是友善的，他们认为我们真正的是天人合一的，他们认为我们真正的是道法自然的，然后愿意从内心里面去接纳我们，欢迎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村。感动。我们想一想啊，如何定义人生的成功？什么是幸福？其实我是在这种成功的哲学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是个文盲，但是他在16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叫林彪。然后就跟着林彪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然后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一个那个 hero， 一个英雄，他可以去改变一个人。所以坦率的讲，我的骨子里深处我是一个充满了英雄情节的人。我认为英雄可以创造很多的 miracle， 很多的奇迹，然后他可以创造很多的成功。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时候我在想，何为成功？其实我觉得有2个观点给我的影响非常深。因为我跟校友一样以前我也是在国际公司世界500强里面，那种白领天天西装革履，打着背带，一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对不对？但是呢，有一次我无意当中遇到了一个据说在香港很有名的风水大师。当时我挑战他，因为我认为风水是不科学的风水是没有什么理论依据的它是虚无缥缈的，就像玄学一样。我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何为风水？然后那个大师看着我微微一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石化。他说风水就是舒服，你遇到这个人舒服，你坐在这个地方舒服，你朝那个方向舒服，你这一刻你很舒服。其实我最后发现，舒服其实就是一种成功，对不对？很多人成功了他不舒服，那其实没有成功，对不对？他只是在别人眼里成功了。对的，那是别人的认知当中的成功，对，但是对自己来说是没有成功的，他是不舒服的，对不对？那第2个我认为成功非常重要在哪里？就像刚才我们探讨教育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讨论教育，我也经常在讨论，但是讨论来讨论去，我就在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但是最后我终于醒悟，教育和成功的本质是一样，就是你要具备爱和被爱的能力。你能去爱多少人，你能被多少人去爱。不论今天我们说的基督也好，还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普京大帝也好，泽连斯基也好，实际上你今天会发现，他们都是活在一个爱和被爱的一个范围和边界之内。那如果今天你认为成功能够被放大的话，
我认为就是你爱的能力和被爱的空间能够去被放大。所以人生无非就是对个体来讲追求一种舒服的境界，对外延来讲你就是能够拥有更多爱和被爱的能力。哇，这很有深度。那像这样的，就是你认为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去向这个方向走得更近一些呢？我认为 everyone 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界定的一个标准，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认知。其实我更认为，就像今天我们在埃及在开罗，我们的一个中文导游，他能把今天一天能够去服务好，能够把金字塔，能够把那个埃及的博物馆，他跟我们讲明白，是呀，然后用他的蹩脚的中文，对，能够让我们明白那个意思。我认为他就是成功的，是成功的，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所有的成功都是伟大的。圣母玛利亚是一个女性，她生了基督，是成为神，所以基督他有很多爱和被爱的能力。我也相信我们的孩子，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去增加那种爱和被爱的能力。即使今天他能照顾好一个人，比如说他的伴侣，不好意思，比如说他能照顾好一个家庭，他可能成为好家长。对的，他能照顾好一个企业，他能变成一个好的 boss。如果他反过来他能够照顾好一个国家，他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英雄，民族英雄，或者是一个什么呢，国王，是吧？但是我认为每个人，我们今天去实现各自的成功，而这个成功首先是符合人类的共同的道义，而且一定是在一个合法的范围之内，是能够不伤害别人的这个范畴之内的话，我个人认为所有的成功都可以叫成功，都是成功。其实成功是很多元化的，一定是这也是我们就像刚刚说的，我们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其实呢，会发现啊，每一种的生活都是可以成功，它其实都是成功的不同的标准。那最重要的问题说回来就是，究竟我们每一个人，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的成功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个呢，实际上，跟校友讨论到今天，我认为我们早已超越了成功这个概念了，已经上升到 freedom，已经上到自由的这个概念。什么叫做自由？就是承认所有人的成功。是的，哦，哇，境界是的，不一样。对，这是自由。所以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罪恶是什么呢？就是强加一种成功的模式给到一个人，甚至要求所有的人都要那样。你要有这种统一的思维模式、统一的行为模式，还有什么谈得上自由呢？对，其实我们想追求的自由的话，真的是能够去承认，能够去欣赏每一种的自由，这就是最高级别的自由。对的。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就是一种多样性的尊重，和欣赏。哇，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 powerful 的一句话。是的，对，是的。所以有时候我在想，今天我们能够认识，其实我们今天感恩自由。当我们在感恩自由的时候，我们俩都成功了。否则的话，我们两个人可能就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就变成一个标准化的萝卜，是吧？标准化的土豆，是。然后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今天你的所有的空间只是在别人设定的一个范围之内，你那个时候还有什么自由和成功而言呢？似乎已经不需要去研究什么是成功了，就是更高的一个境界是，这个成功这个词其实并不是一个这么要执着追求的一个概念，其实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思想上的自由和心态上的自由，以及就是能够感受到爱和被爱的这种能力。对。